千万不要打印自己的黑白照片，因为你有可能遇到可怕的事。我是一个人独居，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，所以我打印一张我的黑白照片，当做遗照挂在客厅的正中。而这样一来，如果家里遭小偷的话，那么他第一眼就会看得见我的遗照，第二眼就会看见我，这样小偷便以为自己见到了鬼，吓得慌忙逃窜。可就在我打印遗照后的没几天，我家里真遭贼了。深夜12点左右，我还没有睡，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声响。我起初没在意，但响声没有停止，反而越来越大。听声音像是在撬门，撬的好像还是我家的门，该不会是家里进贼了吧？我有些激动，并非恐惧，而是兴奋，随手拿起了放在卧室里面的棒球棍，而后推开卧室的门，悄悄走到客厅里。客厅里面没有开灯，一片黑洞洞的，我在黑暗里面等待。终于叮当一声，门被撬开了，那个小偷走了进来，他戴着口罩，头上还顶着一个头灯，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因为我的遗照是摆在正对客厅大门的地方，所以果不其然的，头灯的光束照到了我的遗照上。小偷见了后低声骂了一句：真晦气，一进门就遇到死人。小偷骂完，一扭头看见了躲在黑暗之中的我，昏暗的灯光勾勒出我的面孔。起初他没反应过来，还愣了几秒，但随即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猛地转头重新看向我的遗照。在接下来的几秒钟，他的视线在我和我的遗照之间徘徊着。他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伸出手指，颤颤巍巍地指着我。你他想说点什么，但好像又有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。到此处，我才悠悠地开口：你能看见我？鬼啊！小偷发出了杀猪般的尖叫，因为太过于慌乱，又是在黑暗中，他跑错地方，一不小心撞到墙上去了，撞得还不轻，整个人昏死过去，一动不动躺在地上。我有些措手不及，也有些可惜地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球棒，看着晕死在地上的小偷，我一时间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，是直接把他给丢出去，还是打电话通知警察？可通知警察解释起来好像很麻烦。正思索着，却听身后传来声音：你把自己的遗照放在家里，就不觉得会很忌讳吗？有什么忌讳？反正这就是几十年以后死掉的我而已，这叫合理利用自我，难不成他还能害我？我随口回道。下一秒，我反应过来不对劲了，我是独居，按理来说，现在这个房子里只有2个人，我和那个小偷，可小偷现在已经昏死过去了，那又是谁在我身后问我问题？我缓慢转动脑袋向身后看去，我的遗照他在对我笑，还向我打招呼了。你能看见我吗？鬼呀！我从没想过，因为一次拍照我差点丢了性命。我叫酱汁，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实习生。这天我正坐在咖啡厅里喝下午茶，突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子走到了我的面前，问我需不需要找工作。男子声称自己是名摄影师，看中了我的优质身材和外貌，问我想不想来他的公司做模特。我听完男子说的话，心里虽然高兴，但还是警惕性地拒绝了他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工作了。可当男子说只需要简单的拍一拍照片，1天就可以拿到3000块钱时，我承认我心动了，但我并没有当场答应男子，只是让他给我留了一张名片。回到家后，我便打电话与闺蜜说起了这件事。面对高额的薪资报酬，闺蜜十分赞成让我去试一试。可真的有这种好事吗？第2天，我就和闺蜜来到了名片上的地址，这是一处相对偏远的破旧小区。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，问是不是自己来错了地方。可下一秒，那个熟悉的摄影师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他解释道：别看这个地方破旧，可里面的设备非常齐全，并且这里也只是暂时的，因为现在公司业务扩展，正在计划搬迁。说完并盛情邀约我和闺蜜进去参观。几番话术下来，让我们2人放松了警惕。等到推开办公室的大门，发现里面果真设备齐全，摄影棚的摆放也十分的专业。女助理还热情地迎接我们，并贴心地鼓励我，拥有这么好的身材，一定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。接下来，我在摄影师的指导下，开启了各种姿势的拍照，即便我的身体僵硬，摄影师也会十分耐心地指导我。临走前，摄影师表示会将自己的照片发给各大传媒公司，如果一旦被选中，就等着拿高报酬吧。听完他的话，我和闺蜜都十分高兴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接到了摄影师打来的电话。你好，是酱汁同学对吗？你的照片被一家大型传媒公司选中了，现在过来签约吧。听完他的话，我的心里十分激动，甚至完全放松了警惕，并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闺蜜。闺蜜本想再次和我一起去的，可她的公司临时有事脱不开身，我便只能独自前往。可当我再次推开那家公司的大门，发现一切都变了，女助理和所有的设备全都不见了，而摄影师却迅速地反锁了房门，拿出一把尖刀，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你即将会以30万的价格卖到越南，成为那些资本家的玩物，并将遭到无情的折磨，这下你跑不了了。
说着让我将手中的手机交了出来。我吓得浑身打颤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并以上厕所为由来到了卫生间。好在我衣服兜里还装了一部小手机，是为了防止另一部手机没电时备用的。没想到这种情况下派上用场，我赶紧用这个手机报了警。不一会，警察叔叔就赶到了这里。这个人贩子摄影师被成功抓获，我也得到了解救。事后警察告诉我，这个摄影师只是他们团伙中的一个，而像我身上发生的这种故事仍在继续。